以前大家见面的时候总喜欢问对方的星座是什么，但是最近这2年大家见面的时候都会问你的 MBTI 是什么。我不是很了解 MBTI， 它的分类太多了，我完全记不住，我连我自己是什么都没记清楚。只有一个我记得，就是大家常说的 I 人和 E 人。我开始以为 I 人和 E 人和内向外向一样，或者和我们以前说的社恐社牛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肯定是 I 人，因为我很容易觉得尴尬，也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，是一个完全的社恐。可是我做了测试以后发现我是 E 人，我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我的朋友说 E 人和 I 人最大的区别是I 人喜欢独处， E 人更喜欢社交。这样说的话，那我明白我为什么是 E 人了。虽然我和不太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但是我很喜欢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，尤其是上了1个星期的班以后，周末我必须和我的朋友聚一聚，一起吃个饭，喝个酒，聊聊天。我也特别不喜欢自己去旅行，我一定要找朋友一起去。偶尔想自己在家休息一下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我喜欢很多人一起玩。后来我发现我很多社牛的朋友都是 I 人，这让我更肯定了这2个词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测试的结果不是一直不变的，像是我最近又测了一次，结果就从 E 人变成 I 人了。你们做过这个测试吗？以前大家见面的时候总喜欢问对方的星座是什么，但是最近这2年大家见面的时候都会问你的 MBTI 是什么。我不是很了解 MBTI， 它的分类太多了，我完全记不住。我连我自己是什么都没记清楚。只有一个我记得，就是大家常说的 I 人和 E 人。我开始以为 I 人和 E 人和内向外向一样，或者和以前我们说的社恐社牛一样。所以我觉得我肯定是 I 人，因为我很容易觉得尴尬，也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，是一个完全的社恐。可是我做了测试以后发现我是 E 人。我觉得不可能，但是我的朋友说 E 人和 I 人最大的区别是 I 人喜欢独处， E 人更喜欢社交。这样说的话，那我明白我为什么是 E 人了。虽然我和不太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但是我很喜欢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。尤其是上了1个星期的班以后，周末我必须和朋友们聚一聚，一起吃个饭，喝个酒，聊聊天。
我也特别不喜欢自己去旅行。我一定要找朋友一起去。偶尔想自己在家休息一下，但是大部分时间，我喜欢很多人一起玩。后来我发现，我很多社牛的朋友都是 I 人，这让我更肯定了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测试的结果不是一直不变的。像是最近我又测了一次，结果就从 E 人变成 I 人了。你们做过这个测试吗？